今天是10月10号啊，也是周五。今天我们主要说的这个品种是港股的比亚迪股份，同时也是我们的粉丝约稿。其实这支票之前在6月份、8月份，尤其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给予它的整体的结构给出了2种不同的预期形态。那么经过这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看到目前比亚迪股份的结构是按照其中一种的预期在发展。那从长期的走势来看，比亚迪的长期上涨五浪推动形态应该还没有完成，只是中短期的调整结构出现了变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在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昨天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在 B 站上传的是关于港股的联想集团。昨天另外一支票是港股的理想汽车，我们是放在了我们的社群共享。这里我们首先还是要划分一下大结构的一个波浪形态，起手的大一浪回撤的大二浪，一浪、二浪。在这个二浪结束之后市场是进入到了这个主升三浪当中，在这个三浪内部也是走出了比较清晰的五浪推动的一个结构形态。三浪，那在三浪的走势结束之后市场必然面临一个四浪的大级别四浪的一个调整，所以其实当下我们就看在它是处于大调整期大四浪的调整期。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画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后期整体向下回落的空间幅度到底有多大。从这个5月份开始159块钱可以看到向下的整体回落，最终下方的支撑是位于 99.80。 当然在上个月的时候最低点去到了 102.8， 其实距离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近。我只是告诉大家下方 96.80 是一个关键的目标价格支撑。其实从现在回撤的这个幅度上来说的话，是基本上是满足要求的。但是四浪调整期它不可能简简单单就是在短短的这4、5月的时间里直接完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二浪的调整大致的用时是用了23个月，这一次呢有可能它调整的幅度已经达标了，但是后期它可能会位于相对的高位走出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结构，来完成这个所谓的大四浪之后呢，才会再次展开最后一轮的上涨走势，也就是第5浪的上涨。通过月线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当下我们就是处于这个调整市当中的四浪内部，目前可能是四浪 A 已经步入尾声。长期的波段走势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时间点要等待下一个四浪走势结束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做第5浪。但是中短期的小波段机会，我们其实可以考虑当下这个四浪 B， 因为从相对的低位往上的话，整体的幅度空间是存在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为什么这回我要说我们已经处于四浪当中。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的天图，先看一下。从整体的天图走势来看，从159元开始向下，它是运行了一个引导楔形的一个雏形。这个引导楔形的雏形出现之后就代表着前期大周期某一阶段的上涨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它反向向下出现了一个5波推动。那因此近期重点就是要关注此处是否会形成短期的筑底底部，来展开一个所谓的二次反弹四浪 B 的一个结构出现。后期整体如果按照四浪 A、四浪 B 这样的走势预期的话，那整体的大四浪内部它应该是一个535的锯齿，这是目前首选的第一种预期。如果按照这种预期去划分，那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幅度我们大致是先看到 50%， 随后再说是否能反弹到618的位置。这2个位置分别位于131和 137.70， 所以说从当下的价格110元左右来看，向上的空间短线中短线的反弹空间还是存在的。这次中短线的反弹空间可以说是给一部分人追高的人解套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给到一部分人在前期高点没有获利离场的人一个二次落袋的一个机会。当前下方主要的这防守的位置其实就是9月24号这个应该就看一下，对，9月24号这个低点104
只要这个低点不被跌破，那么后期看535锯齿形的结构形态的预期就会非常非常大啊，会非常非常大。当然后期它整体这个四浪 B 想要向上反弹，走出比较有力度的上行，那么也是需要突破这个115之后，才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加速行情。当然这个四浪 B 我们整体的内部结构形态，我们也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所谓的三波形态。所以当前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近期就可以考虑，比如说近期盘中它有机会回落到107到106附近，如果出现日线的底分型十字星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用4、5块钱的一个止损去博取上方25块钱左右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那它的盈亏比应该是稳稳的大于1:4这样一个比例的。那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我们知道了比亚迪这只港股中期走势它已经是处于这个调整期，所以对于这次向上的反弹的预期，尽量中性客观，因为它并没有处在这个趋势推动浪的趋势当中。如果是反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保持中性客观的一个角度，不要过分高看，因为后期毕竟还是存在一个四浪 C 的再次回落，那此处也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走完这个大结构四浪，才有可能再展开新一轮的第5浪的再次上涨。好，这是我们目前主要看的第一种预期。再来说第二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前期这个三浪其实并没有运行完毕，它其实还缺少最后一个高点，而这个高点来源于三浪5当中的内部结构，它会走出一个不规则的终结楔形的5波推动结构，但是这种概率目前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小，主要原因在于刚才所说了，四浪 A 它是一个5波形态，那么后期这种形态的预期，我们重是要关注这个黄金分割，关注黄金分割的 0.764 的位置 145.90， 只有稳稳的站上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才能想到它是否会有一个创新高的最后一个创新高的这个动作。如果没有站上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种可能性我是暂时不会去考虑的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于港股比亚迪股份的再次跟踪分析。那么这一次和上一次所说的结论相对来说更加清晰一些。目前日线级别从159向下已经走出了5波引导楔形的这样一个结构，也代表着前期从3.6块到159的这一波上涨走势推动浪走势有可能已经结束，市场进入到中期的调整四浪当中。那么后期中短线的机会就在于调整浪这个当中的有一个四浪 B 的反弹，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短线的小波段机会。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